这里是香港元朗的行点商场 YOHO Mall， 它是新的商场，很大，现在已经是新的元朗中心了。我们来逛逛商场，谈谈最近出现的游客问题。香港大陆终于通关了，随着正常通关的时间到来，香港在经过3年的沉寂期，又被推上了风浪尖。这个风浪尖就是很多网上言论在指责港人歧视大陆人。这个问题是怎么得来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起因。香港大陆通关后，在香港的自媒体以及正规媒体密集地暴露一些陆客来到香港的行为，比如蹲在街上大便，站在垃圾桶旁边小便，出现了很多的乞丐，随地吐痰的，卖艺讨钱的，卖身葬父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被曝光后，引起了广大大陆网民的反击。最典型的说法就是香港的公共厕所不多，让人无法忍受汹涌而来的便意，从而责怪港人歧视大陆人。这些问题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在说这些看法之前，我声明这只是个人看法，不代表所有人。每个人都有说出自己看法的权利，这才是一个良性社会的表达方式。首先我想说的是香港的本质问题。可能大部分大陆人对香港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香港以前是个英国殖民地而已。回答正确加10分。它确实是一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而已，但是由于长期的英国殖民，长期的和中国大陆不通往来，回归中国后50年社会制度不变，导致了香港和大陆虽然只是一条小河相割，但是生活习惯受到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连车道都是相反的，人的思维更加的不一样。那么在大陆，大人随地大小便有，但是不常见，小孩倒是常见。我甚至看到有一个人抱着几岁的孩子在电影院厕所门口的垃圾桶小便，记住是厕所门口。在大陆就是这个习惯，如果你认真了，换来的反而是一定不爽的辩论。小孩子嘛，就这一句小孩子嘛，在香港延伸到了大人的行为，找不到厕所嘛。实际上香港的厕所很多，在大型商场肯德基麦当劳都有，但是一个大陆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香港，连走路都是反着走的香港，再加上可能是拉肚子或者疾病，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喷洒米田共，也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这是文化教养问题，拉肚子实在等不及，容易理解，但是短短通关才10来天，就出现这么多的当街大小便的，就很难让人理解了。去除人本身的社会习惯、社会素质，我觉得香港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够完善。明知道大陆人这些当街大小便的习惯已经延续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在旅游景点，比如油尖旺地区，多树立公共厕所指示牌？香港人当然知道哪里有厕所，但是一个大陆人，甚至都没出过国的大陆人，找不到厕所很正常。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在大街上大小便，他们在看到指示牌的时候一定会忍住再忍住走到厕所。打个比方来说，3年疫情中，香港产生的是什么后果呢？我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感受的是物价便宜了一些，走哪里听不到喧哗声，人们买个东西或者去到哪里走走逛逛很方便，去海滩玩耍很有感觉，人也不多，比较舒适。当然没听说过有随地大小便的，
基本上也没看到过乞丐和卖艺的。如果换做任何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他一定是愿意这样的生活，对不对？对于尖沙咀开药店的，估计就不那么爽了。有很多大陆人痛骂香港人歧视说普通话的人，这一点其实很容易解决。你去药店、去金店，一定会得到对普通话的异常尊敬。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香港人，将心比心，换作你整天看到有人在你家大小便，各种奇怪的举动，你也会觉得不爽，对吧？我觉得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的，不可能每一个大陆人来到香港几天的购物旅游就会改变自身的一些习惯，也不可能每一个香港人都会对这些行为包容大度。就连内地的上海还不是一样对来上海的边远地区的农村人有些看法吗？要想改变这些，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和社会行为的高度才可以。这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改变，而不是一个宣传部门喊喊口号就能改变的。在做不到的情况下，怎样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我还是觉得港府的责任巨大，可以在旅游景点多树立指示牌，可以对旅游签证来港乞讨卖艺的严加处罚，对待在各种地方大声喧哗、随地丢垃圾的人严格管理。这些我觉得港府都应该能做到，虽然不能杜绝，但是也会好一点嘛。毕竟一个人几十年的习惯，哪里会有那么容易改变？就像一个从小饿肚子吃不饱的人，后来做了老板有了一些钱，他还是改不掉买东西追求价廉物美，这是 DNA 问题，很难改变。最后我喊一句口号，祝愿来香港的旅游的大陆人品德高尚，人人有尊严。祝愿港人个个胸怀宽广，我佛慈悲，大吉大利。谢谢大家。